行车记录器的重要性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那画质好坏也是我个人非常在意的一件事哦。4K 高画质你要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箱测试一款 4K HDR 的行车记录器，全新升级版的70迈 A810 4K HDR。这款全新的行车记录器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其实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到哦 ，A810的型号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A800S 的升级版嘛。它升级什么？升级的最重要升级就是 4K HDR。当然，表面它是这样写，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内容升级。我们就来一边开箱一边看它有什么新功能。那目前原厂公布的售价是599块，它有分几个配套啦。599块应该就是只是单前镜头而已。那大家知道A 系列的行车记录器它表示什么？它可以选配升级后镜头，那你可能就加一个多少钱？那针对这次全新推出，从7月28号到8月10号也会有这个 exclusive 的 launching price， 就是有特别促销给大家啦。然后你选择升级这个 4G hardwire 的配套呢，这个 4G 的 function 可以在10月的70迈的 App 可以正式启用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先看这边好了，这个是它第一个升级的，就是 Sony Starvis 2 IMX678的感光元件。第二件事就是这个 4K HDR， 多了 HDR 的能力，表示说它的这个感光能力，它的亮暗处理会更优秀。还有一件事就是它的，虽然这边没有提到了，可是其实我们去查询了一下，它的这个 CPU。是有升级过的，所以它的运算能力会更加的好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拍摄角度啊，之前是140度超广角，现在升级了是150度超广角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内容物，这个信封就是它的说明书，还有贴大镜的这个静电贴 ，OK。然后相机主体这颗跟之前的A800S 其实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它这个重点是这个啦，这个卡扣的位置。之前如果你是 A800 的用户，你是直接不用移除的，你直接升级机器就好。但是 wiring 你要拉，因为它现在是支援 Type C 的了，它之前 Type C 之前是这个 Micro USB 嘛，没有记错的话。好，相机我放这边。后镜头之前是 RC06。现在是 RC12， 打开上面这个位置他们每次都做分层处理嘛，这个我拿出来好了。它每次都有做分层处理嘛，这里就是它的 cable， 后镜头的 cable， 前镜头的 cable， 撬棍，这个每次都有塞电线的撬棍，然后这个香烟头插槽里面有2个 USB。这就是它一系列的升级跟开箱内容物。所以这次70迈的 A810， 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A800 系列都有这个所谓的ADAS 的这个进阶式安全提示功能嘛，安全系统嘛。那它今天也多了一个功能，就是所谓的行人侦测功能。之前我们应该是在 Omni 上面有测试过吗？是，它也多加了这个功能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它价钱，然后它有这个 4G hardwire kit 嘛，所以它现在有停车监控加上 AI motion detect 的功能，就是有人在你的车前面鬼鬼祟祟，它会把那个画面捕捉下来，马上发送到你的手机。据说是今年10月、11月的时候正式会启用。原厂也有说因为有这个 4G 停车监控的功能，它现在有多一个所谓的 Find My Car 的功能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次他们也附了SD 卡Micro SD 卡给我们嘛。跟之前的不一样之前 A800S 你只要有这个 Ultra 的 Micro SD 卡就好了，但是现在它强调只有 U3 或 V30 等级以上的卡才能够支援，所以像是 SanDisk 的 Endurance 或者是 SanDisk 的 Extreme 才能够支援这颗行车记录器。所以你这颗行车记录器，你要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记忆卡的读写速度要够快，不然
它可能会支援不到。OK， 行车记录器已经安装好了。那如果有印象的朋友啊，之前我们已经安装过 A800了嘛？怎么安装已经教大家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要自己安装 OK。你如果觉得你想要把它做得更精美一点，把它做得更好一点，你可以去70迈的 Dasher Accessory 店去请他帮你安装哈。位置是在 Glamory， 链接我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方哈。那很重要的是，就是因为它的卡扣啊，就是这个卡扣。这个卡扣呢 ，A810 跟 A800、A800S 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旧的我就没有移除了，我直接把新的装上去而已，就这样子扣上去好了。不过呢，线路要全部重新走过，因为新的用 Type-C 线，之前是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头嘛，那后镜头也要重新走过，因为之前是 RC06， 现在是 RC12， 所以全部要重新走过。那走完了之后，开启了位置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卡槽没有换，那个接头没有换，所以位置是一样的。你就要重新做 ADAS calibration， 我们也教过了嘛，就是你跟它启动了，然后你再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红绿灯的路，大概持续行驶一个3-5分钟，它就 calibrate 到了。所以这已经是新的 A810 了。那我们就把它安装，然后我们上路行驶个几天，然后再把它拍摄的画面分享给大家吧。Let's go。好，实际测试了之后，我们来看它的实际表现，究竟表现如何？现在很方便啊，就 SD 卡，你要直接拔出来读也可以，你用手机 apps 来读也可以。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。然后这个真的很容易哈，你就实际卡扣整台就可以拔下来。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需要把它整颗拔下来的理由吧？好，画质呈现。前镜头 4K HDR 白天跟夜晚的表现，我觉得出色。我觉得有比之前好很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。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下的这个指标性是非常好的。4K HDR 整个画面且解析度是非常好的。不管白天或晚上的画面都是非常好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后镜头的表现。后镜头从 RC06 升级成 RC12， 白天的画面，晚上的画面是。所以这个选项价钱599嘛 ，normal price。那现在早鸟优惠促销可以再有折扣，然后 4G Hardware 也有折扣，所以我的感想是这样子啦，你看你的预算去选择你要什么样的配套，就你要入门版200-300块的，70迈有提供这个选项，你要 4K 高画质的，它也有这个选项，你要后镜头它也可以升级，你要 4G Hardware 它也可以升级，所以它是一个很涵盖大范围的这个选项提供给大家。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还坚持不用行车记录器吗？是，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圈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